救命啊！资深美食博主躺床上刷手机，居然直接穿成冷宫弃妃。小姐你不要死啊！你走了奴婢怎么办呀？奴婢会饿死的，饿死在这里的。饿！我绝不允许有人在我面前说饿。小姐，您刚才是诈尸了吗？给我3分钟！我明明是全网千万粉丝的美食博主，结果一觉醒来，我竟然穿成了冷宫弃妃。头好晕。小姐没事，太好了，快吃2口树皮。嘿，还有别的吗？小姐，除了树皮就是满院子草，而且院子里那个水池长了好多有钳子的怪物虫子，小姐小心。什么虫子？这种个头饱满的野生小龙虾可是千金难求一只。发什么呆啊，快来一起捡啊！小姐疯了吗？小姐疯了，把怪物说成美食。算了，只要小姐高兴，奴婢什么都可以做。别怕她，踩住后背，她就夹不着你了。小姐还捡吗？这怪物要是能变成吃的，我把它名字倒着写。够了，居然还有野蒜！刘月，端盆进厨房，火再大点，烧旺了虾才香。乖，马上让你们变成人间美味。小姐你别死啊，吃点树皮吧，快吃树皮。给我小龙虾。小姐，怪物虫子不能吃，会中毒的。别死，小姐别死，奴婢听你的，奴婢这就给你拿虫子吃。没有添加剂的原生态味道，真是太鲜美了。你吃不吃？奴婢死也不吃，怪物虫子真好吃。真饱啊！刘月，咱们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连口饱饭都吃不上？小姐可怜，被老将军送进宫，替狄小姐伺候暴君。其实凭小姐的容貌，在宫里至少活下来不成问题。那怎么把我关在这儿了？咱们进宫才不到1个月，老将军就跟暴君作对，贪污了几10万大军的粮草，害得边关差点失守。这可真是……他就把小姐关起来了，3天只给1顿饭。奴婢每次去领饭，那个送饭的公公都笑着问小主还能活几天。奴婢差点以为小姐这次真的要饿死了。放心吧，我来了，以后都不会再让你受饿了。还是小姐厉害，现在有怪物虫子吃，我们应该不会死了。不会那么轻松，荣国暴君杀名在外，3天1顿饭，摆明了是要把人活活饿死。要是他发现我们饿不死，他会怎么样？只怕还有更狠毒的手段等着。那怎么办？自古伴君如伴虎，还是得想办法逃出去。可小姐，这宫里没人会帮我们的，暴君身边的那些公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奴婢见过的。真麻烦，还得浪费我3天送饭，少你们的，赶紧吃。你这怎么是人能吃的饭，连肉都没有？我家主子从前得势时，对你们这帮奴人也是不错的。都成了弃妃了，还挑3拣4，不愿意吃别吃啊，有本事你自己变出肉来吃呗。刘月，办法这不就来了吗？自古求生都得走基层路线。若我真能变出来呢？你要是真的用这破地方变出肉来，我跪下给你磕50个响头，而且我把地上的这些饭全都吃了。好，一言为定。几只破虫子还敢说是美食？直接跪下舔吧，温主子。好，这什么味儿？奴才的舌头造反了。那个，能不能给小的再吃2口？哼，
别忘了你自己刚刚说的赌注。小的冒犯，小的这就给文主子赔罪，只求主子能再赏小的一口吧，就一口，小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连御膳房都未曾有过此等美味啊！行了，什么冒犯不冒犯的，不就是咱俩刚刚说个玩笑话吗？你喜欢就拿回去，给你熟悉的人每个人分一只，告诉他们想吃就来我这儿，明日还是这个时候，我还会做。小路子多谢文主子，今后定好好报答主子大恩。不用谢，给钱就行，一份20文，每日先到先得。啊，就20？小姐，咱们要20文是不是太少了？你不是说在这个荣国吃食比天大，下人们在后宫吃饭，每天都要给御膳房交80文吗？我只要20文，赚的不是钱，是人心。刘月，在这吃人的地方，钱买不到活路，人心才可以。小姐，好多银子啊！温主子，您这小龙虾现在在宫里真便是好卖极了。这一箱银子是昨日没能吃上的人特意托奴才送来的定钱，他们求主子明天一定要预留一份，说是价格翻倍都成。哇，这么多，够买2个奴婢了。可不是吗，主子，这最大的一块银子可是太后娘娘身边的管事大姑姑给的呢。等等，太后知道了。是啊，太后知道了，那岂不是那暴君也快知道了？这银子我不要了。小路子，你去帮我打听，谁知道能偷偷出宫的路子，只要能提供线索，我免费送一份隐藏麻辣口味的小龙虾。得嘞，奴才这就去打听。主子，咱们真的要出去吗？奴婢还想在这儿待一辈子，吃一辈子小龙虾呢。傻丫头，要是惊动了暴君皇帝，别说吃小龙虾，咱俩都要被他拿去喂龙虾。放心吧，只要逃出去，姐姐以后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奴婢这就去洗龙虾。排好队啊！刘月装虾。好嘞，大家不要急，后面还有一盆。刘月，快去厨房拿。这小龙虾，那可是老人吃了能跑，小孩吃了不哭，女人吃了变美，男人吃了有劲儿。宫里还有这等宝贝，姑怎么不知道？怎么这里的人也用这种可爱的称呼，像现代那些叫咪的天、咪饿了的人一样？大帅哥，嗓子眼都在发烫，我之前怎么从未见过你？这宫里藏了这种级别的大帅哥，居然没人通知我，帅得我低血糖都快好了。王是王。宫里宝贝是挺多，你也是其中一个。你不认识姑？看来这人挺出名，姓王是吧？我可不能露馅了，否则我的出宫大计可就遭殃了。知道啊，小王嘛，在宫里这么出名，谁不知道你啊？对吧？那也得排队，在我小龙虾面前，只讲先来后到，不分高低大小。好，排队。哎，你们怎么都站那么远？快来排队啊！第二锅马上就要出来了。主子，这是大王啊！我当然知道啊，胸肌很大的王美人嘛。装虾就行，不用管他。装虾能行吗？当然行啊。百家姓第8，一个班40同学能揪出仨姓王的，有什么好怕的？哎，今天做的少了，实在没你的份了。要不明天你早点来，我给你留个大份的，行不？不行啊！姑饿着肚子等了这么久，连午膳都没吃。现在你跟姑说没有了，敢让姑挨饿，你想死吗？饿，在我面前说饿，那就是砸我招牌。3分钟，让你知道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你最好别让姑失望，否则就好好想想，你喜欢哪种死法。那是在美人的怀里醉生梦死，还是被美人健硕的胸肌活活闷死啊？还是个澳洲小狐狸？加柴火呀！你今天怎么跟傻了一样？吓的吧？温主子，我打听到出宫的狗冻了。哇，什么东西这么香？嘘，给美人的。大王！哎，你刚刚说打听到了，是出宫的狗冻吗？在哪？快说！什么出宫？奴才不知道啊！装什么傻？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万一那个暴君发现我还没被饿死，指不定要用多少残忍的法子折磨我呢！我得赶紧跑路啊！什么暴君？奴才不知道。不是你前天亲口跟我说的吗？说那个暴君喜怒无常，经常因为吃饭不合心意就杀厨子，这不是暴君是啥？厨子做的饭难以下咽，其罪等同于谋害国主。
谋害姑的人不该死吗？我完蛋了！噎着了！大王被噎着了！咽下去！大王，你一定要咽下去，千万别死在我这儿啊！水，快喝水！大王开恩呐，小的们该死！大王你快咽下去吧！求大王保重龙体，主子今日可千万不能死啊！今日姑不杀你，明日，姑再来。那明日大王还来，是来用膳，不是来拿臣妾的脑袋，对吧？看心情吧。太吓人了！这封建社会简直太恐怖了，动不动就要杀人砍头。主子，您刚刚胆子也太大了。我哪里知道啊？还不是你们之前说他是什么暴君，结果见面你们又一口一个大王，我脑子一下子哪里转得过来？我一个爱玩梗的，在咱们那儿姓王的抓一把这么多，我哪知道这大王就是暴君啊？那也不能当着人家的面叫呀，总不能说参见暴君，暴君万岁吧？完了，我这算是彻底把阎王爷给招来。主子，您往好处想，大王向来对饮食极其挑剔。从前御膳房那些个顶尖的厨子，好歹也有一个能在暴君手里活过1个月的呢。只要您能把大王的舌头伺候好了，指不准能破了时间记录呢。1个月？活过1个月的厨子，居然在你们这儿算最高纪录？是呀，主子，这时间很久了，惊喜不惊喜，意不意外？惊喜个屁！这是夺命期末考啊！不行，不能坐以待毙。小鹿子，你还是尽快给我去寻摸出宫的狗洞吧。这冷宫我是待不下去了。大王请用，这可是臣妾一大早起来特意为您做的，新鲜着呢。今日这怪虫子味道不咋地。大王明鉴，臣妾今日用的调料火候可跟昨日是一模一样的配方，绝不敢有丝毫懈怠啊。对啊，昨日和今日一模一样，那今天和昨天还有什么区别？天天吃一样，你是想把姑溺死吗？挑食嘴硬脾气差的大妖君，难怪之前那些御厨没一个能活过1个月的，换我也想罢工。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没，臣妾在反省，在反省。哎，好香啊，好饿啊！就算大王吃剩下了这点给咱们，我也满足了。谁说不是呢？实在不行，等会儿温主阳洗锅的时候，我去求2口刷锅水喝，我也知足了。大王饶命！大王饶命！你们围在姑的厨房后门窃窃私语，是不是想密谋毒害姑？不敢啊，陛下，俺们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谋害陛下，就是太饿了。饿了还不赶紧去御膳房的食堂吃饭，到冷宫厨房来要饭，当姑的眼皮子底下是乞丐窝吗？大王有所不知，那里的饭食不仅价格贵得吓人，还不好吃，傻狍子才去御膳房吃呢。就是说啊，那饭食不仅不好吃，昨个给的鸭腿肉都是绿色的，看着跟中毒似的，谁敢吃啊？俺进宫当差2年了，不仅没吃饱过，现在比在老家种地的时候还生生瘦了7、8斤。既然御膳房不合口味，你们怎么不来御前告诉姑？姑自会替你们解决。解决？你是能解决做饭难吃的饭菜，还是直接解决做饭难吃的厨子啊？做饭不好吃，倒也罪不至死。罢了，这些姑吃腻了，赏给你们了。多谢大王恩典，多谢大王。明日姑还要来，到时候姑要吃到不一样味道的怪虫子。快点儿！大王，尝尝，这可是低配版的咖喱味，味道奇奇怪怪，尝来尝去，还是最初的蒜香味最好吃。好的，大王，臣妾明日就给您换回蒜香味。若你身上没有别的本事了，今日就走吧。果真吗？臣妾真的可以走了吗？可以离宫了？哼，离宫？你想去哪儿啊？留在宫里，看来确实也没什么用了，自然该送你出去了。多谢大王恩典。今天一早，外面刚传进来战报，
你那个好父亲温老将军贪污盗走了我荣国几十万大军的军饷粮草，连夜投奔了外邦，与敌军暗中勾结。什么？如今孤的将士们在关外连随行粮草都没有，已经饿得军心大乱。温小草，你说通敌卖国该当何罪？孤又该怎么办？臣妾能赚钱，这是臣妾最近卖怪虫子赚的所有银子，臣妾愿意全部贡献出来，给将士们买粮草。哼，且不说你这点银钱能买多少粮，就算买够了，现在是6月伏天，等运到边关，早就坏在半路了。可惜了，这么会做菜的一双手。等把你拉到练兵营，在将士面前记起稳定了军心后，孤会让人用北地的秘术把你的这双手保留下来，挂在御膳房的正中央，让那些做饭难吃的厨子天天看着，沾沾你的好手艺。大王饶命，臣妾。来人！送去练兵营，祭旗。大家快来看啊！这就是那个奸臣温将军的女儿，就是他爹叛国求荣，还把我们军营里最会做饭的伙夫长给一并带走了。这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叛徒！叛徒！就是因为温家这帮叛徒，害得老子天天吃不上大馒头，连军粮的渣子都见不到，日日只能喝那没油水的烂蔬菜汤，天天都好饿呀！我绝不允许，我可是千万粉丝美食博主。给我3分钟，我有办法做出超美味的军粮。温小草，你又有办法了。姑可得提醒你，你那些长钳子的怪物虫子，可没办法跟着大军随行随吃。大王，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有一种东西，不仅能让将士们随身携带，还能在常温下储存半个月以上不变质。吃的时候只需要用滚烫的开水往上一泡，就会立刻变成一碗味道极其鲜美、汤汁浓郁的盖浇面。姑便给你这个机会，只要你做出来的东西真能如你所说那般神奇，并且姑手底下的所有将士都开口叫好，姑便做主，饶过你通敌连带的死罪。但要是做不出来，或者将士们有一人不满意，那你就等死吧。这夺命客户居然一上来就要100%的满分好评，压力山大。快给我准备大量的面粉、菜油，再派一队快马进攻，把刘月和小鹿子给我接来，让他们把冷宫里所有抓到的小龙虾活生生的给我带过来。末将遵命。哟，瞧瞧，这娇滴滴的娇姐居然还会揉面呢！切，揉面里倒了那么一油，活了半辈子就没见过用这么多油和面的。这做出来的玩意儿还能吃？就是，面食这东西根本就放不住，在这大热天里，啥东西最多也就能放个7天。他说这东西能放半个月，简直是白日做梦。小姐，小龙虾送到了。什么军粮要用这成钳子的怪虫子？温小草，你莫不是把俺们荣国的热血将士都当成吃虫子的青蛙来作弄了？没见过世面的糙汉，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什么怪虫子？这在外面可是千金难求的人间美味小龙虾。呸！奸臣之女就是奸人，做一桶毒虫子，分明就是想害俺们将士。哼，还大放厥词说能做出让所有将士都爱吃的东西。你等着吧，做出来，俺第一个不吃。这个叛军之女，就等着被大王处置吧。甭理这没吃过好东西的。刘月，按照我刚刚弄好的样子，把这些面条缠绕编织成一块块方形的面饼。是，小姐。什么味儿？不知道，但怎么越闻越饿？别踩我的脚，让俺看看这到底是在做什么仙丹妙药。好香啊！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啊？俺刚刚可都亲眼看到了，那都是用怪虫子做的。俺们是将士，绝对不吃虫子。虫子，如果虫子能有这么香，俺以后做梦都想天天吃虫子。启禀大王，军粮已成，此乃臣妾研发的人间超级美味小龙虾方便面。这真的是面，这么硬，这面块硬的跟石头一样。大王您看，你做这种硬邦邦的东西，是想把大王和俺们荣国将士的喉咙都划破吗？看清楚了吗？我喉咙破了吗？叫，就你长了张嘴，天天瞎叫。这种干吃只是其中一种吃法，
这种军粮最精妙的地方在于煮。来，一人一碗排好队，人人都有，别抢。好吃，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条，太暖和了，俺想俺娘了。这汤热乎的，俺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哟，副将将军，您刚刚不是说这虫子做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吗？俺不怕苦不怕累，在战场上不怕流血也不怕流汗，俺就是……行了，知道你硬气，那你不吃，你可就没资格给我的军粮打差评了。那个温主子，能不能再给俺来点儿？俺刚刚吃的太急，还没尝出味儿来呢。哟，副将将军，刚刚是谁口口声声说这是毒虫子，死也不肯吃一口来着？俺那不是有眼不识泰山吗？温主子，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俺一碗吧。既然不想吃，就别委屈了自己。唉，剩下这点都没人吃，倒掉了也可惜。大黄，给你吃吧。大黄，你给俺起开，好吃！这面简直就是人间绝无仅有的美味。温主子，求你把大黄的把最后一勺给俺吧。俺们在军营天天喝草汤，俺真的饿了太久了。温主子的龙虾面不仅香，扛饿，俺们给温主子赔罪。对，给温主粮全票通过。刘月，把熬好的熟油倒进来。温主子，这在面饼外面刷一层熟蜜是有什么讲究吗？这叫天然防腐防霉，刷上薄薄一层，不仅能让面饼在路上半个月不坏，还能给在前线战斗的将士们补充糖分，防止他们低血糖晕过去。温主子，等俺在边关打完胜仗回来，您可一定要再给俺做一碗那个龙虾面。先前吃的太快，俺还没尝出味儿呢。可算把这帮祖宗送走了，我这条小命算是又捡回来一次。我这胳膊像被人卸了又重新装上似的，动都动不了了。小姐辛苦了，快眯会儿，奴婢给您揉揉。吃就知道吃，那是给前线将剩的军粮，你倒是一点也不客气。刘月跟着忙活了3天，一口都没捞着，全落你肚子里了。主子，奴才这不是替您验验货，尝尝这批货的咸淡有没有出差气吗？那你尝出什么来了？好吃，比御膳房的好吃1000倍。小姐为了做这批面，手都肿得跟萝卜似的。你这懒人倒好，净吃现成的。主子，奴才跟您说，您这次真是在大王面前破了大规矩了。当初那个能活1个月的厨子，不过撑了20几天，您这都30多天了。那我可真是谢谢你了，小路子，还是尽快给我去找个狗洞吧。这破纪录的奖赏我可消受不起，再待下去，我这命迟早要交代在灶台上。小姐，您真的非要出宫不可吗？废话，等出去了，姐姐带你在京城买个大宅子，院子里面挖个大池子，专门养小龙虾，天天给你做，让你吃腻了为止。你想畏罪潜逃？大王，您说什么呢？不是做了方便面您就饶过臣妾了吗？臣妾哪来的罪啊？做出军粮，姑确实免去了你爹通敌冒国之后连带你的株连之罪，但你身上有这等绝世的好手艺，先前却一直藏着掖着。你不早点做给姑吃，害得姑差一点就亲手把你给杀了，让姑以后再也尝不到这等美味。温小草，你这难道不是欺君之罪？大王，这欺君之罪可太大了，臣妾深知罪孽深重。要不，大王您现在就把臣妾给赶出宫吧，让臣妾在宫外自生自灭，流浪街头，过那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吧，让臣妾在悔恨中活到七老八十，天天痛哭流涕，后悔今日的欺君之罪。看在你认罪态度如此诚心，今日这大罪姑就暂且不追究了。明日姑还要来，你知道该怎么做。天天来，这可恶的资本家，不对，这可恶的封建主义，资本家还给休个周末呢，我迟早要交代在灶台上。哎，你又偷偷吃温主子那儿弄来的方便面，给我一块，快点，小点声，万一被总管现了，咱俩可就完蛋了。刘月，这帮家伙怎么想的？站岗放哨呢，在袖子里藏那干巴巴的面干什么？被现了不就玩完了吗？主子您不知道吧？这在袖子里缝带藏面饼的法子，就是大王第一个带起来的呢。啊？谁？大王啊？
大王嫌上朝时间太长，肚子饿，前些日子特意让司仪局在他的每件龙袍衣袖里缝了一个特制的袋子，每天上朝前装一块，大王在龙椅上偷偷吃，下头的奴才们瞧见了，大家私底下就全跟着学了。这暴君感情还是个荣国第一带货老主啊！不错，有了暴君在前面带货，现在咱们这方便面简直成了后宫御用抢手货。可不是嘛，主子，奴婢昨个听说，现在连太王太后身边的贴身大姑姑私底下都在跟咱们小路子高价买面饼偷偷吃呢。等咱们以后顺利出了宫，就在外面开一家大王同款方便面店，绝对赚翻了。温主子，大事不好了！太王太后出事了！什么？太王太后怎么了？难道她把我自留的那一箱秘制魔鬼变态辣的方便面给吃了？是啊，主子，昨儿个大姑姑把方便面藏在袖兜里，太王太后闻着味儿了，非逼着大姑姑交出来。太王太后煮了一吃，那火辣辣的汤汁直接把她的嘴里烫出了好几个亮晶晶的大水泡。天要亡我！好在大姑姑是个好人，在大王面前死死护着温主子，只说是自己不小心从外面逃来的，没敢把您给供出去。那太医怎么说？太医都去了，说是伏天火毒，热邪内功，说必须要用寒凉的冰镇之物去叫火。可是现在正是酷暑，宫外的冰库送冰块进来，走在路上就化了一大半。这不大姑姑急得不行，特意打小奴子来找主子，说您一定有办法。暴君我都还没糊弄过去，这回又把后宫的老祖宗给烫伤了，真是天有绝人之路啊！小姐，你往好处想想啊，大王平日里最听太王报后的话，你要是能把这热毒给治好，那可就是因祸得福。太王太后可就是咱们最硬的靠山了。对啊，奴才怎么没想到？之前有个厨子惹怒了大王，大王本想将他结果了，结果太王太后在旁边说了句太残忍了，大王立刻就开恩给换成服刑了呢。行了，你可别说了，再听下去我更觉得自己离死不远。可我现在能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是个制冰机，怎么可能凭空给他们变出大冰块来？居然是野生薄荷，还长了这么一大片！小姐，您这是有救了！刘月，快去帮我把地里这些薄荷草全部拔下来，一片叶子也别剩下。小路子，你去厨房起大锅烧热水，把所有的柴火都给我点上，我要造冰。小姐，这是血吗？怎么是热的？温主子，这东西闻一闻，感觉脑门子都凉飕飕的，好神奇啊！这叫薄荷冰炼，比真冰叫火更温和，而且在这种大热天里，放多久都绝对不会化。小路子，快去御膳房帮我取些洗净的绿豆、黄豆，还有上好的牛奶和炼蜜来。哟，咱听说冷宫里出了个神仙托世的温主子，随便搞点地里的毒虫子都能让主子们叫好。怎么，连我们太医院都束手无策的太王太后蛇疾，温主子也有方子？咱们几个特意跟过来看看，有什么能搭把手的？既然大师傅诚心要帮手，那我这更好缺头拉磨的驴，那就麻烦大师傅把这些洗好的绿豆和黄豆全部磨成最细的粉末吧。你小路子看着点儿，可得磨细了。要是太王太后怪罪下来，你担待着。得嘞，奴才一定好好盯着。哼，咱还当是什么绝世仙药？这说到底不就是外面行脚商人卖的绿豆糕吗？这种粗鄙之物，咱们宫里的人都不屑看一眼。你闭嘴！我家主子做的绿豆糕里面可是加了鲜冰的，一口下去保准冻死你。还解暑？笑话！这豆乳泥又没放冰窖，拿什么解暑？他要是真能一口下去让俺们在这6月伏天里不热了，老子当场跪下管他叫师傅！哈哈哈哈！大师傅，请吧，小口点吃，吃快了小心冻到你的大舌头。哼，这不就是普通的干面粉坨？凉死我了！不好，有毒！快抢下来！别抢俺的凉凉绿豆糕！谁跟俺抢，俺跟谁拼命！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这简直就是神物啊！哇，好凉啊！这简直是仙品呐！老祖宗，这是冷宫温小主刚研制出来的冰糕，您尝尝。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哀家，这过往的几十年，
简直白活了！老祖宗，您的嘴不疼了，那股热辣辣的邪火瞬间就被压下去了。好孩子，快把那做绿豆糕的丫头给哀家带过来，哀家要重重的赏她。哀家也不知道你这小女娃平日里喜欢些什么，这里有金子，有珠宝，还有一个能让你在宫里横着走的恩赐，随意挑一个吧。回太王太后，臣妾就要这个。好孩子，哀家就知道你是个不流于俗的奇女子。在这张卷轴上，你想写什么，大可回去慢慢琢磨。只要你写了哀家这盖了印的圣意，在荣国没人敢不遵从。谢太后恩典。谁要那些带不走的陈金子？有了这盖了大印的免死金牌，我回去就让刘月在上面写上太王太后赐女流之辈温小巧白银万两，准其即刻出宫，永世不得踏入皇城半步。我马上就要自由了。小路子，你瞧咱家主子，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真不容易啊！可不是嘛，这可是太王太后的保命符，任谁拿了都得热泪盈眶。好孩子，快拿着奖赏过来，再让哀家好好看看你。这丫头的发丝摸起来也软乎乎的，像个刚满月的小猫。大姑姑，去把哀家那套攒金丝嵌红玛瑙的头面取来，一并赏了。臣妾谢祖母赏赐。祖母，您不仅对臣妾好，看起来还这么年轻，讲话也这么温柔，臣妾一见您就觉得亲近极了。你这小丫头，嘴巴怎的跟抹了蜜糖似的？再这么说下去，是要哀太疼死你哟！太好了，太王太后一开心就赏东西，她一赏东西我就开心，我一开心她就更开心，这不是良性循环吗？那我得把握机会，趁热打铁，再哄两句。太王太后，你手还凉不凉？臣妾给您捂捂，臣妾手热乎。说吧，又看上哀家什么东西了？被看穿了，但没关系，看穿了更好，说明有戏。那臣妾刚才瞅见您桌上那对玉振羽，好像跟臣妾屋里那套茶具挺配的。不要！暴君平日里冷冰冰的，怎么跑得微喘流汗的时候，反而像个带了战损装的美人，还怪好看的。年月，你这急匆匆的是怎么了？难道朝堂上又有人指使刺客来刺杀你了？还好他没事。皇祖母，没有刺客，姑就是急着来看看您，顺便看看皇祖母这店里有没有什么新进贡的宝贝，好让姑顺手带回去。当哀家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这粗心！哀家的那些积蓄宝贝，早几年不就被你搜刮一空了？如今这整个寿康宫里啊，只有这温丫头是哀家最心疼的大宝贝。你既想要，便快些把人带回去吧。等会儿你母亲可就要来哀家这儿用晚膳了。行，姑这就带她走。祖母，那臣妾先回了，等哪天得空了，臣妾再来看您，给您做新口味的冰糕。哎呀，大王，您慢点儿，臣妾的腿都快倒腾不过来了，您不能仗着腿长就这样呀。温小草，你就这么喜欢姑的祖母？那当然了，太王太后人长得好看，说话又温柔，最重要的是祖母大方啊，一见面就赏了臣妾这么多宝贝，还有那么大的箱子，要是可以，臣妾都舍不得走了，真想天天住在寿康宫伺候祖母。能不乐意吗？摸一下头发就多了一套攒金丝的头面，这要是能上去拉一下太王太后的小手，老祖宗还不得赏我一整箱吃金手镯啊！你就这么喜欢旁人的赏赐？那是自然。不过大王放心，臣妾绝不白拿祖母的赏赐。等臣妾回去了，一定研究出更多更解暑的新鲜吃食，送去寿康宫，替大王孝敬祖母。哼，算你还有几分孝心。这暴君抠门的很，定对是不白占他家老祖宗的便宜。幸好我反应快，拿做饭把话给圆过来了。这什么玩意儿？小姐，这大箱子瞧着怎么这么像？主子，奴才怎么觉得这尺寸和日式瞧着有些像棺材啊？胡说八道！大清早的谁这么吓人？送棺材到我院子里来？这是姑送给你的。大王，您这大清早的送臣妾这么大一口红木箱子是几个意思啊？你昨日不是在祖母宫里嫌那赏赐的箱子不够大，抱得不够过瘾吗？这口箱子是姑昨日特意命人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尺寸嘛，比姑上朝睡的龙床还要宽上半尺，赏你了。龙床，这尺寸装2个我都绰绰有余。愣着做甚？收了姑这么大的箱子，以后有了什么新鲜好吃的东西，先给姑送去。若让姑发现你先给旁人送去，你就完蛋了。刘月，这卷轴上的字
你一定要用最工整的管歌题写，就写太王太后懿旨，感念温氏小草救助之功，特赐黄金万两，准其即刻离宫，恢复自由身，永世不得踏入皇城半步。小姐，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托小路子在宫外的关系，用咱们的银子，在京城、延州、通州、晋州4地，把那几家地段最好的酒楼都给买下来了。不错不错，只要我们拿着太王太后的法旨顺利出了这宫门，就立刻隐姓埋名去这几个地方做幕后的酒楼大老板。可是小姐，咱们要是继续卖小龙虾，大王顺着这味儿查过去，不还是会查到咱们头上吗？这你就不懂了吧？咱们在京城、延州、通州同时开张，把做龙虾的秘方故意露出去一些。那暴君就算发现外面也有了小龙虾，也只会以为是冷宫里哪个不长眼的太监把秘方偷出去卖了，绝对怀疑不到我们身上。哎呦，小姐，你可太聪明了！嘘，低调些。温主子，主子，天大的好消息！您那贪官爹温将军被大军活捉了。怎么会这么快？这才过去短短3个月啊！主子，您是有所不知啊，这可全都要归功于您亲手研制的那个小龙虾方便面啊！我的方便面？没错，咱们荣国的将士们哪里吃过这么富裕、这么美味的军粮啊？大军带去了那几车龙虾面，将士们顿顿吃得饱饱的，个个生龙活虎，士气大涨。反观那叛军，不仅饿得面黄肌瘦，甚至有不少俘虏和本就动摇的士兵，一闻到咱们军营里飘过去的小龙虾面香味，当场就倒戈归顺了。天呐，小姐，您的面居然还能把叛军给馋得投降！那可不，温将军通敌的叛军技术被抓，一个都没跑掉。温将军那老家伙现在已经被众家锁死，押解信京，关在地牢里，等候大王发落呢。主子，现在宫里宫外都传疯了，大家都说您是天上下凡，掌管这世间美味虫子的神仙呢。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百号人围在咱们冷宫门口，就盼着能见您一面呢。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下倒好，我这名头比那暴君还要响亮了。是啊，小姐，现在全宫上下，连宫外的将士都死死盯着您，咱们要是这时候偷偷跑路，只怕是连这冷宫的大门都迈不出一步去了。小姐，现在全后宫连带着宫外的将士都把您当成龙虾神仙，天天围在宫门口，咱们这狗洞还怎么钻啊？好了，刘月，你跟温主子就往好处想想呗。虽然你们现在是出不去了，但在这皇宫里顿顿有大鱼大肉，还能天天给大王和宫人们做绝世美食，这不比在外面流浪强多了？好了，你闭嘴，不要再说了。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就立下规矩，以后我做的小龙虾、方便面、绿豆糕，永远不许给那暴君当祭祀祖先的贡品，我馋死他们温家祖宗18代！大王有旨，宣冷宫温主人。温主人，大王有令，带您去地牢。您那造反的父亲想在临行前见您一面。走吧。不错，瞧着倒是有几分像我温家的人。像？怎么不说话？温小草，你今天能在这后宫有一席之地，全凭继承了我温家的优良长处，你心里可明白？温家的长处怎么？难不成你们温家祖上人人都是干餐饮会做饭的？胡闹！我温家世代将门，双手是拿刀枪战马的，自然不会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刨除贱族。哦，那看来我今日拥有的一切，跟你们温家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温将军，你还是当你的庶女早就死了吧！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温小草自己挣来的，跟你无关。你这逆女，你身上流着老子的血！小姐，你喝一口吧，就喝一口。奴婢去求老将军，奴婢去求大王。原主低声下气，连顿饱饭都没吃过，丢进宫里第3天就被活活饿死了。而眼前这个冠冕堂皇的父亲就是杀人凶手。别在那儿做这副死相。当日若非你长得与你嫡姐婉儿有8分相似，你以为我会选你替他进宫？你不过是婉儿的替代罢了。大王虽然抓了我们，但对你还算看重。现在你该让婉儿跟你换回来，让她进宫去做宠妃，享尽荣华富贵。那我呢？哼，你一个卑贱的庶女，本就没资格与我温家同葬。但只要你肯替婉儿留在这牢里待死，今后行刑后，我会留下遗言，准许你的尸骨葬入温家祖坟，跟我们葬在一起。呸！老不要脸的，让大小姐进宫替我家小姐，她也配？我家小姐如今在后宫是可以。小姐，你疯了！我找了整整半年的出宫狗洞，居然在这地牢里。哈哈哈哈，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到底是温家的人，知道为大局着想。出声，千万别让王长爷和守卫发现那个洞。爹说的对，女儿都听爹的。
是，我可太听话了，我这就把你的宝贝女儿送进荣年月那个万劫不复的无底深坑里。王长士，奴才在，温主子有什么吩咐？这个女人以前在府里的时候经常打骂欺负我，我现在想把她领到牢外面去，单独打一顿出出气，行不行？哎呦，瞧您说的，大王带您来本就是让您出气的。大王交代了，只要您高兴，在这地牢里把天捅个窟窿都成。大王还眼巴巴在宫里等着吃您今晚的小龙虾呢。你出来！赔钱玩意儿，你作甚？把衣服换了。换好衣服后，进宫见了大王，少说话。要是问起来，你就说你手受了伤，千万不要提起你会做饭这件事，记住了吗？本小姐这双手，平日里那是用来抚琴作画、吟风弄月的，自然不像你，生来就是个粗鄙的做饭丫头。你信不信随你，你想在宫里活命，就必须老老实实听我的。现在你坐马车把我运出城，随便找个野地把我丢了，我保你一辈子在后宫享受荣华富贵。凭什么我竟然能成为大王的宠妃？现在这荣华富贵本该属于我，我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宠妃。本宫自然知道该怎么做。王总管，把这个背叛本宫的贱人，还有这个吃里扒外的死丫头，都给本宫扔回地牢，关在最深处、最潮湿的牢房里等死！你这个恩将仇报、狼心狗肺的！我的好妹妹，谢谢你送来的衣裳，姐姐以后一定会替你好好伺候大王的。你呀，就烂在这地牢里吧。还愣着做什么？没看见本宫方才受了这贱妇的惊吓吗？还不快快摆驾，送本宫回宫歇息！摆驾回宫。小姐啊，你这出的到底是什么的馊主意啊？这下好了，咱们逃跑没成，反而成了替他带死的死囚了。傻丫头，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温婉儿她没有，她以为穿着我的宫霜进了宫就能当宠妃享福，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替我去踩的是荣眠月那个无底深坑。快！我刚才瞧得真切，这就是狗洞，咱们现在就直接钻过去跑路。臣妾真的不会这，臣妾不敢了。走你！爹救女儿啊！我不去了，那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婉儿，怎么回事？你不是跟那贱人换了身份，进宫当宠妃去了吗？什么宠妃啊？那根本就是个妖怪的磨磨窟！一进厨房，那帮杀千刀的奴才就抬出了几大头长着大钳子的红色怪物虫子。他们逼我伸手去捞，说大王等着吃我做的小龙虾。我不捞，大王就站在一旁，用看死人一样的眼神盯着我。爹，他们居然吃虫子，他们全都是妖怪啊！都怪你，都是你这个贱妇害的本小姐。爹，温小嫂她是妖孽，她勾结宫里的妖怪一起吃虫子，她想害死女儿啊！哼，没见过世面的蠢货。什么怪物虫子？那可是姑在冷宫排了整整3天队才吃上的人间第一美味小龙虾，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这里大呼小叫？风小草，跟姑回去。啊？去哪儿？臣妾这儿还戴罪立功呢。回去做饭，姑饿了，肚子都快饿扁了。我的好姐姐，我之前在马车上可是一再叮嘱过你的，进宫之后少说话，千万别说自己会做饭。你看，不听妹妹言，吃亏在眼前了吧？这宠妃的位置，你坐着舒服吗？你这个坏人，你没好果子吃！好了，小姐，大小姐这次冒充您，罪同欺君，会不会被大王给？不会，大王那么嫌弃他，才懒得把心思花在他身上，连杀他都觉得是浪费刀子。那他以后怎么办啊？那是他爹的宝贝嫡女，温老头就算是在牢里，也会想方设法的保他的，轮不到咱们跟着操心。不过主子，刚才大小姐指着您的鼻子骂您是吃虫子的妖孽呢。她说的倒也没全错，我一个天天吃麻辣小龙虾的现代人，在他们这帮连天天水煮白菜的古代人眼里，可不就是个绝世妖孽吗？
小姐，最近大王来的也太勤了些，从前是3天来一趟，如今可好，顿顿准时报到。奴婢这剥虾的手啊，都快磨出后茧子来了。可不是嘛，主子，自打地牢里大小姐冒充您的那件事发生后，大王对您那真是恨不得天天黏在咱们冷宫里。奴才听御膳房的当吃说，现在大王只要1天见不到您，就要把整个御膳房的灶台都给掀个底朝天，逼着大膳土鼎教人呢。黏着我？哼，他那是黏着我的小龙虾，他那胃口活脱脱就是个大馋猫，一顿不吃就跟要了他的命似的。不行，天天被他这么死死盯着，我这连跟宫外酒楼传递秘方的机会都快没了。买下的那几家酒楼掌柜，天天眼巴巴盼着新菜谱呢。我得想个法子，再找个机会溜出去抠抠墙角，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出路。小姐，使劲抠啊！我感觉这块青砖好像真是松了，后面保不齐就是通往宫外的水道。别说话，憋住气，再使点劲儿，等把这块砖抠下来，咱俩的自由可就到手了。用力！大王，这大晚上的，您不在御书房批改奏折，怎么有如此雅兴到这偏僻荒凉的西墙根底下散步来了？巧极了。姑批完折子了，想着来找你用膳，找了一圈没见着人。大姑姑说你可能在冷院里散步。温小草，你蹲在墙角用树枝抠土是在做什么？大王，臣妾在这看月亮呢。哦，月亮是在这泥地和墙缝底下。对。大王有所不知，臣妾看月亮的路线比较独特，需要独特的视角。来人，把这面西墙给姑用最结实的青花石掺上铁枝，重新砌得结结实实的。遵命。好了，现在你不用担心这面墙会因为年久失修而塌下来砸到你了。天黑了，回去给姑做饭。大王，其实臣妾真的只是……起来吧，地上凉，别冻着了。下次若再想散步，记得叫侍卫跟着。天黑路滑，姑怕你摔着。是，臣妾遵命。你哪是关心我路不好走啊？你分明就是怕我跑了，你以后上朝就没地方顺方便面吃了。主子，奴才就说嘛，大王这人呐，向来是看到了喜欢的，就死活不肯撒手的，除非他彻底不喜欢了，才会松手。那他要是不喜欢一个厨子了，那厨子会怎么样？那自然是没活路了。以前大王不喜欢的厨子最后都死了，所以说嘛，好死不如赖活着。主子，大王这次对您那绝对是动了真格的。您前些日子去太王太后那儿，不过是看着金子笑了笑，大王隔天就下了口律，把冷宫的地砖全拔了，换成了这实打实的鎏金砖，说是让您走路的时候低着头看着，心情能好些。可不是嘛，小姐，大王还特意交代了营造司，把咱们的厨房整整扩建了1倍呢，说是怕您炒龙虾的时候转个身会不小心撞伤了胳膊肘。是啊，那个暴君，自打我来到这儿，确实再也没让我挨过饿，甚至把这个破领宫一点点填补成了全皇宫最奢华的地方。不行，你绝对不能心软，这天撒的封建社会，自由才是第一位的。金子虽然好，但我都没处花呀。收拾东西，小路子，继续帮我留意。我就不信这皇宫里除了西墙根就没有别的狗洞了。刘月啊，你在宫外买下的那几家酒楼，掌柜们都把催新菜谱的信寄到冷宫西墙缝里了。可我现在天天暴君死死盯着，哪里出得去？小姐，现在咱们这冷宫建得比宠妃的宫殿还华丽，您就别叹气了。能不叹气吗？你说这偌大的荣国后宫，怎么就我温小草一个人呢？哪怕再多招进来一个妃子，我好歹也能跟她轮个班歇口气啊！哎，我的温主子，大王那脾气暴躁的很，您就别指望了。而且啊，传闻大王早年间受过伤，根本不近女色。除了永宁侯的独女柳香儿，这天底下哪家好姑娘进这火坑里来啊？等等，柳香儿，那她现在人在哪儿？暴君喜欢她吗？喜欢倒谈不上，但她确实是跟大王一起长大的。小时候大王还在前地的时候，2个人一块读书习字，算是青梅竹马。太后娘娘很喜欢她。那她人呢？怎么没在宫里？如今正跟着太后娘娘在五台山礼佛呢，估摸着还压根儿不知道宫里有了您这位龙虾神仙的存在呢。好，天助我也！小路子听好了，你现在就去宫外把我的话传给太后的人，就说我温小草对暴君无比深情，情深似海，海枯石烂。我为了他日日以泪洗面，想他想的茶饭不思，短短数日就生生瘦了8斤。可是小姐，您昨天午膳还吃了2大盆小龙虾，笑了整整半天呢。闭嘴，那是强颜欢笑，懂不懂什么叫艺术夸张？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我与大王情投意合，不日便要为他诞下一子。主子，这个诞下龙子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儿？这可是欺君王上的重罪啊！
夸张，要的就是夸张。不把动静闹大，那柳仙儿能气得从庙里赶回来吗？可是小姐，您这戏台子搭的也太大了。诞下龙子，这话要是传到太后娘娘耳朵里，太后还不得连夜坐着马车从那五台山杀回宫来把咱们给皮撕了呀？那就对了，我就怕他不回来。他回来的越快，这宫里的水就越浑，水浑了，我跟刘月才有趁乱跑路啊！快去，把这消息给我放出去，传得越广越好，越离谱越好。最好连御膳房里天天杀鸡的粗使嬷嬷都知道我温小草要生龙子了。得嘞，奴才这就去。主子，您可确定了？这消息要是撒出去，可就真收不回来了。收回来干什么？我恨不得全荣国上下都知道。快去，别耽误我的逃跑大业。小姐，我瞧见太后带了好多拿板子的粗使嬷嬷，咱们是不是玩砸了？别慌，头可断，造型不可乱，稳住。放肆！就是你，一个通敌叛臣的庶女，不知在冷宫里用了什么下三滥的狐媚手段，居然勾得我儿绵月连朝政都荒废了，日日流连你的冷宫。你一个卑贱的罪臣之后，居然还敢在后宫大放厥词，说什么要生下未来的新王，还要当什么摄政太后。小鹿子，我让你适当夸大一点，你怎么把诞下龙子当摄政太后篡位的话都给造出来了？谣言害死人啊！太后娘娘饶命啊！臣妾冤枉啊！冤枉！如今这皇城里连扫地的太监都知道你怀了龙裔，要当摄政太后了，你还敢喊冤？来人，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毒妇给我拎到寿康宫的院子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自己该怎么死，什么时候再起来。太后娘娘，臣妾现在就想明白了。你说明白了什么？臣妾深知自己品行不端，出身卑微，还大放厥词，实在是罪该万死。臣妾这等粗鄙之人，根本就不配留在大王身边伺候。请太后娘娘恩典，现在就把臣妾赶出宫去，贬为庶民。就让臣妾在宫外自生自灭，穷困潦倒而死吧！臣妾绝对没有半点怨言。您瞧，他自己都承认不配了，那现在就下旨把他赶出宫去，好不好？把冷宫还有绵月哥哥，通通都还给我！等等，他犯了什么错，要母后如此大动干戈，将他赶出宫去？你竟敢为了一个庶女质问你的母亲！你可知他方才都亲口承认了？还要为你诞下继承荣国的王子，图谋我荣国的江山社稷。真的，你想为姑诞下王子？哼，绵月，你瞧自己都承认了，这等狼子野心、心术不正的女人，就是想图谋你的一切。真的，你真的想要图谋姑的一切？那倒也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不是？温小草，你难道不喜欢姑的一切？不喜欢姑送你的那些金子、财富，还有姑的这张脸？怎么能有脸勾引我呢？罪过罪过啊！那这些确实还是挺喜欢的。那你为何还要走？大王，不是我要走啊，你实在是太能吃了，天天变着花样让我做龙虾、做方便面、做绿豆糕，我这双手都快干废了。再说，你要娶的是相濡以沫的妻子，又不是天天给你做饭的厨子。妻子为什么不可以是厨子？因为是厨子，不能变成妻子。加我！绵月哥哥，我才是太后娘娘钦点的皇后，我愿意做你的妻子，我什么都听你的，你为什么不要我？姑不需要。不要我，我今天就不走了。我日日夜夜都跟在温姐姐身边，只要你来找她，就一定看到我，你这辈子都别想躲开我。温姐姐，我住哪间房？香儿妹妹，你真来啊？哼，我说话算话，他不娶我，我就天天黏着你，反正他天天都要来找你吃饭，我守着你，天天都能看到他。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啊？大小姐为了抢大王，居然来跟咱们同居？那件吧，前些日子大王刚让人换的新被褥，就是有点潮，白日里记得拿出来晒晒。多谢温姐姐。行吧，多张嘴吃饭而已，反正我这正愁没机会跑路呢。这眼泪配锅巴，看着都替她觉得咸得慌。小姐，香儿小姐老是这么哭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您瞧瞧，她那双眼睛都快肿成核桃了，万一太后知道了，又得怪罪到咱们头上。行了，暴君不怜香惜玉，我这个做姐姐的总不能看着小姑娘哭傻眼。香儿妹妹，别哭了，尝尝姐姐刚做的绿豆冰糕，这次加了牛奶和炼蜜，甜得很。我不吃你的东西，你抢了我的绵月哥哥，我讨厌死你了！那我就奇了怪了，你到底喜欢那暴君什么呀？天天冷着张脸，跟谁欠了他800两银子似的。
你懂什么？绵月哥哥他是全荣国最会吃的人，他身边所有的吃食都比旁人宫里的要好吃100倍，只要跟着他，天天都能吃到这世间少有的美味。我不。甜吗？甜就多吃点。不好，又要哭了。好啦，先吃这个。文姐姐，这虫子有些咸了。喝水。水不行，要那个凉凉的、甜甜的绿豆冰糕配着才行。不咸了？咸是咸的，但冰糕是甜的呀，一口咸一口甜，配着吃，不就正正好吗？绵月哥哥，你以前在宫里从来都没亲手给香儿剥过。以前在母华宫里，姑没有给你送过？那都是御膳房剥好了送来的，又不是你亲手剥的。吃你的。香儿妹妹，你至于吗？连茶都要和我喝过的。温姐姐，我可喜欢你了。柳香儿，你这么喜欢黏着是吧？很好，从明日起，你便不用待在冷宫了，跟姑一起去金銮殿上朝批改奏折，商议国事。姑天天随身带着你，行不行？谁要天天跟着你了？绵月哥哥，你没事能不能少往温姐姐这儿跑啊？你天天来蹭饭，温姐姐做给我的吃的一大半都被你吃进肚子里去了，我自己都不够吃了。小姐，大王没往御书房的方向走，他拐到后门那儿去了。温小草，出来。大王放着好好的正门不走，怎么跑来扒臣妾的后门了？他坐在这门口堵着门，姑过不去。姑有话问你。大王请讲。他到底要哭闹到什么时候？大王之前不是说等他哭累了，自然就不闹了吗？可现在他不哭了，他天天黏着你。那还不是大王您之前非要说带他上朝，把他给吓的，生怕您又把他给卖了，只能天天死守着臣妾了。姑听王长师说，你之前在地牢里一直在打听出宫的路子，你还想着逃跑？是啊，臣妾做梦都想出宫呢。如今他天天这么黏着你，你还怎么跑？对啊，臣妾也出不去了，天天得伺候这位小祖宗的伙食，跑路的事儿只能暂且搁置了。那你便别跑了，你跑了，柳香儿没人管，哭起来吵得很。大王留臣妾只是为了不让香儿妹妹哭。你在冷宫里干的那些事，姑一清二楚。你找狗洞，你让小路子往外传递酒楼的消息。那大王怎么不直接把臣妾抓起来送进大牢？抓了你，谁给姑做饭？而且，你跑了，万一他也跟着你一起跑了，姑去哪儿找你们？跟着我跑？香儿妹妹不是心心念念要嫁给大王您当皇后的吗？她变了，她如今在宫里，逢人便说你比她亲娘对她还要好，说你是她一辈子的亲姐姐。那大王呢？在温小草眼里，大王对我是什么？姑先走了。你上次在冷宫吃的那种核桃酥，姑让御膳房的厨子照着做了3天，做出来的味道依旧不对。那是臣妾用独家秘方自己琢磨出来的。所以你别跑，跑了就没人给姑做核桃酥了。小姐，大王刚才那话是不是在跟您表白啊？别瞎说，他那是替御膳房挽留技术型人才，希望去。瞧，大王，这已经是今天第3次了。什么第3次？第3次在臣妾身后走狱了。大王走走的意思是跟在臣妾屁股后面走了一整个下午。姑今天没事。姑上午批完了折子，下午不知道该做什么，便出来随便走走。那大王今晚想吃什么？臣妾给您做小龙虾。还有蛋黄酥和锅巴。可以现在就回去做吗？姑午膳还没吃呢。那您跟我进来吧，外面太阳大，别晒着了。大王明日忙不忙？姑明天没有事。那后天呢？后天也没有，大后天可能有。
姑到时候再看。那大王到时候直接来冷宫吃晚饭就行，臣妾给您留着大份的。好。温姐，这可是香儿今天大清早起来亲手给您泡的茶，你快尝尝，一定要一口气喝光光哦。真香，香儿，你这茶里，我真的出宫了。温姐姐，你终于醒了，香儿是不是很厉害？香儿，你为什么要帮我逃出来？温姐姐，以后你做的那些美味都只做给香儿一个人吃好不好？我不像绵月哥哥那么能吃，我吃的少，绝不让姐姐受累。而且我知道这世上很多好玩有趣的地方，比那闷死人的皇宫好玩多了。姐姐，你答应我吧。好，姐姐答应你。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自由了。体验一下宫外的生活岂不错嘛？那是送往兖州府的龙虾马车。正是，若在此处开战，马车受惊翻了，你我今晚还拿什么锁？全军听令，改日再战，撤兵30里。俺们也撤，别挡了温主子的送货路。好啦，温姐姐，这西瓜汁怎么没了？哎呀，今儿个开业，底下的伙计们都快忙疯了，半天也没个人上来添水。等他们送上来，本小姐喉咙都要冒烟了。走，刘月，咱俩直接去后院地窖，那儿刚炖了一大桶新鲜的气泡西瓜汁，顺便再端一盆麻辣味的上来。哎，香儿小姐慢点儿。主子，那奴婢先陪香儿小姐去后厨一趟。能让这天下人顿顿都吃上热乎乎的美食，再也不会像我刚来时那般为了饥饿而发愁，这真是太好了。你的所有人里，可曾包括姑？是他。大王日理万机，怎么有空来臣妾这小小的酒楼了？您不是想我，您只是想我做的那些饭菜罢了。不是的，温小草，姑这半年来，每夜梦里都是你。梦到我给你剥龙虾做核桃酥？不是，姑梦到你。大王怎么会梦见我？你姑在楼下的客栈订了房，你慢慢想。姑等了你半年，不急在这一时半刻。大清早的研制炸弹呢！大王，您这一清大早的在臣妾的厨房里拆迁呢？姑想给你做顿早饭，看你平日里揉面烧火似乎挺简单的，就学着看了一遍。看了一遍就直接把我的锅给炸了。油放早了，姑在想要不要加糖，多想了一会儿，锅就着了。温小草，你还笑？好啦，大王，往后这灶台还是让臣妾来吧。您啊，就老老实实当臣妾一辈子的食客吧。姑帮你烧火。温姐姐，你没事吧？什么东西烧焦了呀？小姐，你还活着吗？没事儿，我好得很。好像这样，真的也挺不错。